各位境内境外的中医界的好朋友，大家好啊。那今天很高兴受到大会的邀请啊，那来讲述有关这个台湾在中药品质管制这个部分。那尤其是最近这个清冠一号在境内境外啊，都获得一个比较成功的回馈跟销售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想用台湾清冠一号为例啊。那来看看目前在台湾在中药制剂在做学校管理的部分啊。那在第一章大家都了解啊，其实清冠一号里面有像荆芥、防风啊、桑叶啊、薄荷啊，那它都是属于天然的中草药啊。所以既然是中草药这个部分，那其实它跟我们过去在《本草典籍》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会有一些产地的要求。所以目前大概大部分的中药材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一般在台湾如果说要做好像制剂的一些品质评估的话，它其实第一件就是做好这个供应商的供应。所以大家第一章所看到，虽然说是扁金黄芪，但是我想在清冠一号的制作上面，它所用的药材也是用一样的精神到产地去寻找啊。那其实，在清冠一号是在今年的4月14号啊，那陈时中部长在指挥中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所提到啊，那由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就是苏一章苏所长啊，他针对这个清冠一号，针对从阿法、贝塔、德尔塔乃至于 Omicron 的一些疗效哈，那在 RWD 的部分啊，有做了一些说明。那因为这样子，在台湾兴起了一个清冠一号的风潮。那其实最早清冠一号它的这个组成大概有10味药哈，有包括它这个荆芥、防风、桑叶、薄荷啦，那黄芪啦、鱼腥草啦、板蓝根、那厚朴，还有瓜蒌实，还有甘草。那因为在台湾比较特殊啊，你要做一个新药，其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因为紧急授权的关系啊，因为在10亿来的时候，通常是专命专方啊，所以大概就是针对这些外感10亿的适应症。那如果就传统的一些效能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宣肺解表啦、清热解毒、宽胸化痰、那和胃降气。所以整体来讲哦，这个药品啊，它其实在古代，它最早是由这个摄生众妙方的这个金防败毒散哦，它所衍生来的。那其实清冠一号里面它的10个药材里面分成3组了。第一组是像发散解表，那左上角它是这个唇形科的这个荆芥啊，那右上角是这个伞形科的防风，那左下角的话它本身是这个桑叶。那右下是薄荷啊，那这4个药材主要是在发散解表，那就避免这个病毒在所谓的这种蛋壳区，我们就把它驱赶掉啊。那就等于说这在一般来讲是在比较阻止在病毒初期的时候，那到了如果说病毒到体内已经跟人体产生可能产生感染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用像左边的黄芪，那右边的鱼腥草，还有右下这个板蓝根哦。那像黄芪里面有个黄芪苷，它可以去阻断这个我们病毒的 spike-protein 跟人体的 ACE2 细胞的这个结合啊，所以在整个清热解毒上，它也是在中医传统上这个效果。那如果说真的病毒已经到人体，比如说到我们的肺支气管的时候呢，这时候会有产生这种痰饮啊，那这时候需要一些像这个宽胸化痰的这种中药，所以包括这个瓜蒌实，还有这个厚朴啊，它就很重要。那最后因为这些药有些是比较属于寒凉的哦，需要这种调和脾胃的话，就用到甘草。那甘草基本上是豆科的东西啊，它有这个乌拉甘草、战果甘草跟光果甘草啊。那透过这10味中药的这个组合，它形成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台湾清冠一号啊。那台湾清冠一号其实在台湾目前大概有8家的授权啊，那后来还有6家的这个中药厂去争取第2阶段授权。那它基本上主要这个商标就是 NRICM 101啊。那最早就是由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他所颁发的一个外销专用许可证啊。那因为过去如果说从临床1期、2期、3期、4期开始做的话，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因为这次这个新冠肺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疫病啊，所以
基本上就跟疫苗还有像快筛试剂一样哈，它在我们目前台湾的这个指挥中心在组成的这个阶段，它可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去紧急使用。好，那所以目前大概先取得一个外销专用的这个许可证。好，那在取得外销专用许可证之后，它其实下一步就是说，怎么在台湾的这个境内使用啊？那这个台湾清冠一号这个很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方啊，它是一个所谓的新的方剂啊。那它在疗效上面虽然说是外感时益，但是因为在授权紧急使用的部分，其实陆陆续续就是这8家取得这个授权使用的一个资格啊。那这张证照基本上就是只要台湾的指挥中心结束的话，它就失效。那必须还是要从原本的临床1期、2期做起了哦。那大家看到的是大概就是一般台湾清冠1号哦，在台湾的包装，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瓶装的，有些是盒装的哦。好，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大家了解因为中药基本上是有动物、植物、矿物啊。你说像中药龙骨啊，可能在地层里面有将近几亿年啊，那取类比象它就有这种镇静的作用啊。那但是大部分中药它本身是属于植物性，所以它可能是农产品。那农产品的话，就会涉及一些种植上的一些秩序，那它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啦，或是有一些农残的问题啦，哦，所以在台湾的市面上，你不管是属于药材啊、饮片啊、萃取物啦，或是相关这个制剂，它都是属于中药的一种，只是在法律上面，中药的制剂大概就是以有发许可证的为主啊。那中药大部分它不像西药一样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大多是比较多的药材一个复合物啊。那在台湾最新的这个数据来看浓缩厂大概有41家哦，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大概知道剩下39家了，但是整体药厂有82家。那为什么会慢慢减少呢？因为台湾现在中药浓缩制剂厂它必须要执行这个4阶段的确效那在今年的这个12月31号，它必须要完成第1阶段所以目前其实台湾因为这是清冠1号，在这个 GMP 药厂里面，它是做成所谓的浓缩细粒所以它的规格就是比照台湾的浓缩制剂相关的一些规格那整个制剂上面，你要从一般这个 GMP 因为大家 GMP 大家了解，大概是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美国有产生一些药品的污染所以台湾的这个浓缩制剂，其实大概在1986到1988之间的时候，跟西药的剂型就一起实施优良药品制造规范那到了这个前几年为止其实大概有82家连传统厂。但是随着目前国际法规趋势的演变那台湾的西药目前已经完成 PICS GMP 的一些要求。那最重要就是这个 validation 这个确效所以不管是清冠1号或是6味地黄丸也好，它从原本的这个草根木皮变这个丸高单散那中间不管是制成分析啦、它的空调啦、用水它都必须要有一定的规范。必须要有文件去证明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也是目前这个清冠1号来讲，在台湾已经做到一个确效的规模那台湾的法规的这个执行其实是相当严格的因为大部分这个法规的这个执行，我上次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在1986到88期间，台湾的中药浓缩制剂厂它已经实施 GMP 了，可是大概到了2005年的时候，台湾的传统厂才执行所谓的 GMP。那这一次大概因应这个整个国际趋势的要求那台湾针对中药浓缩制剂，它有分成4阶段的一个确效要求。那在第1阶段，它必须要完成设施设备的验证，还有像空调、用水、电脑的一个确效作业。那基本上就是在今年2022年的12月31号要完成。那第2阶段来讲的话，就是说，台湾的浓缩制剂厂它可能有1000张许可证，可能有10个剂型，那你只要挑其中的1张，你去完成它的制程确效、它的清洁确效、它的分析确效就可以。那在2023年的12月31号，那到第3阶段的话
如果你10个剂型，你每个剂型至少要找出1张许可证，那重复第2阶段，就是把它的分析确效、清洁确效跟制成确效都做完。当然，你这时候第1阶段里面所搭配一些空调水的这个确效也是都完成的，这是第3阶段。好，这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那到了2026年之后，台湾所有的中药浓缩制剂厂的这个部分，还有包括新设厂的部分，它都必须要开始执行。就算你可能2年才生产一个批次，但是你大概确效计划书必须要开始做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已经把台湾的这个中药浓缩制剂或是新设药厂这个剂型呢，它把它打到跟这个西药一样这个水准。那也希望就是说，其实这是台湾清冠1号，它在台湾已经有8家，再加后面6家的药厂啊。但是目前已经有其中有2家，包括像盛昌还有顺利堂，它已经完成了第2阶段跟第3阶段这个确效作业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品质上跟过去纯粹做 GMP 就是不一样啊。那什么是确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那目前大概整个流程从上面文字的部分，我们变成一个图面来看啊。所以大致上就是在2026年，整个台湾的这个中药制剂的这个水平会拉到另外一个层次啊。那也因应这样部分，也会让目前已经有存在这个中药制剂厂因应法规的需求，它必须整并，甚至可能会停产或是委托生产啊。那这是在台湾卫生福利部上面的这个资料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这个8月10号，那顺利堂药厂它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到第2阶段啊。那在8月31号，盛昌制药厂的中立厂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到第3阶段啊。那这个部分已经是目前既定的这个政策啊，所以将来如果这个浓缩制剂不能达到这个确效的基准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那即使持有药证的话，它必须要有委托生产啊。好，那在整个这个确效管理，它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包括清冠1号。它是一个品质管理的过程。那过去大家可能就认为说，我把 GMP 做好，那我只要把品管做好，把制程做好就没有问题。但是在整个弄的过程里面，我们常会讲说，就像我们在做 ERP， 进去的数据如果是垃圾，那出来结果一定是垃圾。所以在进去的原料、物料，甚至厂房设施设备的这个部分，甚至人的部分，都一定要严格的要求。那比如说，你这是清冠1号所用的这些原料，你的荆芥、防风啦、桑叶啊、薄荷啦、黄芩啦、鱼腥草啦、板蓝根等等，那你的原料的规格有没有符合台湾中药典第4版的规格？那里面有可能包括里面的这个水抽提、烯醇抽提等等。那你这些的这个五官鉴别，甚至组织切片，是不是这个品种是一定没有问题的？那在物料的部分，如果说你是盒装的，包括你的外壳、你的标签，那你 PET 的铝箔的包装，那如果是瓶装的话，你这些 PE 罐也好，那你或是外在这个封签，你都必须要妥善的管理。那你的赋形剂如果说是乳糖淀粉，或是说一些像结晶纤维素也好，那这些物料部分呢，也要符合整个食品或是药典的标准。那你在厂的这些品管单位必须要有能力去做鉴别，或是做厂商所提供的报告，你去做判别。那好，那你今天要进入生产的部分，你的厂房设施设备，好，你的药厂里面你要有级区，有3级区，有4级区。那你的温度好，你的湿度好，你相关的一些压差，你的空调，那比如说你这个相关的这些用水啊，那你用萃取用水，你是用饮用水还是用纯化水？那这个部分里面的这些水跟空调的这些设施设备，你必须要完成相关的确效管理。那你做品管，你去做这个原料的检测，那你的数据完整性，你的高效意向程析，你的 OC MAS 也好，那你这些设备里面必须做好相关的一些验证。那你所检验的方法，如果说是属于药典的方法，可以沿用；如果本身是你自己本身所用的方法，它必须做确效。那至于人事的部分，所用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在药厂一样跟相关设备一样有生命周期啊，必须要做好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比如说，你要针对他做教育训练
啊。那教育训练过程里面，他必须要针对他要执行的这些业务或是工作，他能熟稔。啊，你说金冠1号里面，好，它里面有这个金界、这个防风，好，或是商业薄荷。那同样是纯型科的东西，可能有很多。那金界有金界税或是金界，它可能不要搞不清楚。那防风的这个特征里面，它是伞形科的，它可能有这个蚯蚓头，好，蚯蚓纹。那基本上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情况啊，所以在检测上面也要特别有一些要求啊。那到生产过程整个 process 部分啊。那你到这个半成品，到分包装，到成品，那每一个阶段，好，你制成的确效，好，你用的温度，好，你用的这个压力，好，你这个萃取这个时间，好，那你相关的这个浓度，那怎么去做判断啊？那制成的确效里面有一些关键制成你要去做出来。那不同的药材，啊，你说清冠1号可能还好了，比如说像中药里面常有白附子啦、白附片啊、四逆汤啊、四逆散啊，那有没有可能去混淆？那你不同的这个生产动线要做适当的区隔。那你生产完之后，这个相关的这些管道线路的部分呢，那你怎么去确保上一批生产的这些成分不会残留在管道间？所以你要避免这个交叉污染啊。那包括这个清洁的这个确效，那包括比如说你空调里面你的压差。那你在这个走廊里面，它的这个压差的部分跟生产室啊，那你生产室里面的这些味道，你不能铺入到走廊上面啊，避免去污染到另外一个生产的一个方位啊。所以整体来看，比如说从原料啊、半成品、成品这部分，它的整个过程里面，它比如说你在这制作，那你有标准作业程序，那你有这个所谓的操作指令。那你在每批的生产有批次制造记录，那在相关的这个 SOP 之后，你在记录的时候就会你把它记录下去，温度、湿度就会有一些文件出现啊。那这部分的文件其实保存都很重要。那你品管单位的 QC 就要趁这个机会，针对这些原料半成品做适当的抽验，以确保在整个生产制程中，它的这些成分不会产生过度的一些变化啊。好，那到放行之后，会由公司这个品保单位放行啊。那其实到客户的手中的时候，或者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可能这个产品它的力度，或者说它可能会有比如说在结块现象，或者说它可能针对它的一些分装包装，或是最后包装它是不是有损坏，那客户可能会有一些抱怨或是申诉。那严重的情况，你产品可能要回收。那回收你怎么路径是如何哈？那在这个条件之下，好，那比如说一个药厂，好，在2021年它生产了，比如说有300个批次，那这300个批次里面所用得到的这些设施设备啊，或是人员原物料也好，那有没有产生一些 OOT、OS 这些偏移？那你要做 CAPA 啊，有没有做预防矫正？那整体来看，就变成说你在 PQR 就是产品品质检讨里面，你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作业。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针对产品的一些问题是在事后检讨，可是在整个品质管理的系统里面，这个产品品质检讨是针对2021年所有我们可能在2022出现的现象去做预判。也就是说，这个风险管理已经从过去这个已经产生的检讨，从未来的风险去做评估所以现在这个品质管理跟过去纯粹做 GMP 就不一样比如说你发现你这个产品里面打定的话，这个定的这个力度，或是说它的分散度已经有些差异。那是不是在打定的机器里面，它已经有一些偏离？那你就必须做一些调整。那这个都可以在产品品质检讨里面所呈现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在2022年生产的时候，已经了解了2021年所产生的可能状况，而是我们去做事先的预防。所以现在的这个品质管理里面，不管你在制作，或是说你今天是委托人家制作，或是委托人家检验。你还是要有能力去判断他帮你制作出来的东西或检验的数据它的良莠与否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在整个中药的确效管理不管是浓缩制剂也好，或是即使现行的西药也好，或是未来传统制剂要做也好，它的大原则上是一样的。好，那药材刚刚讲说进来的原物料很重要。
那目前的药材当然就是这个从中国这边过来的哦。那中国大陆基本上它跟台湾不一样，它有温带，有这个它不在热带，还有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气候都有哈，所以药材当然相当丰富。那清冠一号所用到这些药材呢，不管是像荆芥啦、防风啦、桑叶啊、薄荷啦，或是板蓝根啊、鱼腥草啊，真的可以在台湾生产。目前大概就桑叶、薄荷还有鱼腥草，那绝大部分还是要从中国大陆各省的产区来了哈。那比如说你说像这个甘草，它一定是在这个新疆嘛哈。那其实像很多都是在湖北、湖南或是在河北、河南这个区域了哈，所以在供应商评估这个部分，其实品管单位的检测就占很大部分哦。那所以在整个药材还是免不了必须要了解它的正确、安全跟均一性。好，你说防风，它基本上是伞形科的，那它的机缘，它是根还是根茎？它调用部位是如何啊？那这个整个生长期是如何啊？什么时候该采收？哦，那伞形科的特征是什么啊？那你说防风有些像这个，一般来讲，台湾的冰防风就不是真正的防风哦，它是伞形科的那个像南沙参这种哦，的北沙参这种。那一般这种防风，它比较偏向在这个蒙古这一带哦。那在安全性上面的要求就是说，因为很多药材它在产地上可能会有像重金属的一些残留，那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原本是农地，但是大量工业化之后，那有可能农地受到污染，那或者说它在种植的部分里面，它可能用到一些农药。那在储存过程里面储存不好，它可能会有一些 aflatoxin 或是 oxytocin 啊，那甚至它可能有熏瘤也好，那这些安全性的一些议题，目前在台湾都有针对这部分做一些适当管控。那药材其实最重要是它的有效成分或是指标成分啊，所以像一些你说像发汗解表，它都是比较偏向一些伞形科、唇形科的，它有效成分可能一些比较属于说essential oil或是比较亲脂性的成分，所以它可以用一些像烯醇抽提啦，那亲水性成分可以用这种水抽提物的含量多寡来判断，那指标成分可以用 HPLC 哈。那有些药材怕掺杂有杂质的时候，可以去看它灰分会不会过高。所以整体来讲，透过这些正确性、安全性跟均一性的管控啊，那你药厂可以设立你的允收标准，但大原则的一些情况，必须至少是要符合药典，但厂内你可以再提高你药厂里面所要的这些药材的管控啊。那以黄芩来看，它本身是唇形科的药材，还有四方茎啊。那它本身很特征就是说，它在这个根头部分有这种湿头特征啊。那以这次清冠一号所用的黄芩，它很重要，它必须是黄色。那我们在市面上有时候看到一些黄芩是绿色的，它里面最主要这个白卡令这个黄芩苷已经被水解了哈。所以在一些质量的管控上面，怎么去判断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标成分，其实也变成是在挑选上很重要因素啊。那你像这个黄芪的这个白卡令，它本身就有可能被 baccatinase 啊这个酶去把它水解掉，所以通常我们在制作过程里面会把黄芩用这个热水去烫过，把这个酶烫过之后呢，它就不容易变绿了哈。那这是清冠一号，其实这个黄芩苷也是一个很重要在对抗病毒的成分啊。那防风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中药典的第4版里面，已经把防风的根跟根茎都列进去。那最主要，它本身必须要有蚯蚓纹，还有这扫帚尾啊。那传统上的防风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发散解表，或是比如说这是在发烧的时候，在降温上一个很重要的药材。它本身这个伞形科花开像雨伞一样哈。那里面它富含的成分其实非常的多哈，不过因为中药是一个复合性的东西啦，所以我们会考虑到整体的一个萃取啊。那板蓝根是十字花科的药材哈，它其实它的大青叶啦，还有这个青带都是它的一个原植物哈。那板蓝根是它的根部，大青叶的根部哈。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十字花科的松兰，它里面有像湛蓝、湛玉红、indigo、interleukin 啊。那过去其实在这个肠病毒上，它在抗菌上，甚至在肝显上都会用到啊。那这是基本上也是在清冠一号很重要的角色啊。那这是北板蓝，一般南板蓝是爵床科的这个马兰哦。那基本上2个品种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些药材基本上我们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由在本地供应了，其实不管在台湾啦，在马来西亚都一样啊，所以这药材还是要从中国大陆上各省份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去做实地查核啦，但是可以透过问卷的调查，你去了解你的供应商，它本身是不是一个设立有案的、信誉良好的一个供应商啊，那你也可以从样品的一些比对去看看啊，那最好是透过试制哈，因为你看同样是黄芩，如果说你本身买到的是绿色的枯芩，它的这个效果就有可能跟真正的黄芩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透过试制你就可以了解啊。那供应商评估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那当然到这个检测这个情况啊，因为在每一个在台湾的这个药厂，有是 GMP 药厂，它的这个品管单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因为现在包括数据完整性，包括分析确效这边执行啊，所以通常都会通过一个国际认证啊，包括 ISO 17025啦，包括我们的食药署 FDA 这个认证啊。那基本的这些重金属的检测，那目前台湾的西药才针对异常物质在做检测，可是台湾的中药浓缩制剂，其实在公元2000年之后就已经进入这个检测系统了。所以一般在药厂里面，不管是重金属检测啊、农药残留的继续 mass， 重金属检测的 IT mass 有些 mass 啦，或是黄曲毒素这边UV 啦、HPLC 啦哈，或是塑化剂，它都有相关的一个检测设备啊。那所以包括氢化1号在内那你看二氧化硫目前的标准，以药材来看，它就是通则是150 ppm 啊。那如果说有一些药材这是像瓜蒌丝的根，就瓜蒌根，它可以到400 ppm， 我们用一个正面表列。那 aflatoxin 部分呢，其实包括像大腹皮啦、山茱萸等等这些甚至有一些属于动物性的部分的话，它的总量不能超过10 ppb。那 V1 的话不能超过5 ppb。那目前台湾的所有药材通则就是照这个处理啊。那矿物类当然没办法完全去规范啦，可是像比如说有些分项重金属，像铅、镉、汞、砷的部分那台湾目前的标准就是砷要小于3 ppm， 铅小于5 ppm， 那镉小于1 ppm， 那汞小于0.2啊。那这部分在全世界各国家地区来讲，算是都非常严格的所以包括你说像这个镉的部分那甘草它这是在氢化1号有用到它是不能超过0.3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边境管制的药材，所以它的标准沿用边境管制的标准，比目前现行的通则再更严格好，所以整体这个中药浓缩制剂像氢化1号，它做成细粒那目前当然台湾很多人用水药啦，甚至用其他去做处理但是因为台湾氢化1号它本身是个商标名，它隶属于台湾的国家中药研究所那必须由这个卫福中药师发给这些外销专用许可证跟紧急药证所以它必须要符合整个一个浓缩制剂的管理机制所以你看从影片到称重到整个这个煎煮萃取的过程乃至于这种蒸发浓缩的过程，它都必须要按照目前的一些像制成确效，比如说你看你在这个萃取过程里面，你的温度啦、你的时间啦、你的这个压力啦，那你这个萃取的用水是用什么水？你是用一般的饮用水还是用纯化水？那在清洁过程里面，那一般的洗涤完之后，那最后一段论死的时候，你的水质该要怎么样？那你在煎煮过程里面萃取出来之后，这个半成品你要分析，你的分析确效要求如何？那你在整个设施设备上的集区里面，你看它必须要有空调所以你的空调的检测的这些确效做如何？那因为设施设备是用电脑管控，所以你电脑必须做确效所以以一个简单的生产图来看，像左上角是一个萃取设备，那左下角是一个浓缩设备，那右边这些重要影片，它必须从一个合格的影片仓库里面去弄来。以这个盛昌为例了那它一个制剂室里面那你看空调跟它的这个压差的方向、空气的流向、空气的风量那它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那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生产室监视，还有包括这个走廊的部分，它有很明显的压差的需求避免比如说在这个生产室 A 它里面的这些产品，它去污染到生产室 B 去也就是说，假设有人员他本身在走廊上走的时候不会产生这些污染的问题了好，那到了这个
喷雾照例啊，那因为这一次也蛮有趣的啊，因为包括有些用 spray dry，有些用那种 full coater 啊。那像比如说在大部分药厂可能用流动床照例，那它的优点就是说，你不管是要做盒装，是要做瓶装，它可以比较稳定的剂型啊。那你用的赋形剂可能可以用乳糖淀粉，但是这是清冠一号所用的赋形剂比较特殊啊，它用这个结晶纤维素啊。那基本上它是还有这个麦芽糊精 maltodextrin 啊。那最主要是它因应它本身可以用冲泡啊，所以大部分药厂可能做成一个 sachet 单包装啊，那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一般的空气中，假设湿度太高的话，可能会吸潮。所以如果说你用流床照例的话啊，就考虑了本身它干燥性上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啊。那做好之后，它本身过筛哦，那因为清冠一号本身是一个浓缩细粒，所以是 granule 这种的剂型。那也可以比较细的话，可以做成浓缩散；那打成锭叫浓缩锭。那有些也可以做成浓缩胶囊或浓缩丸。好，那最后经过一个分装包装的程序啊。那因为这是清冠一号，有药厂做成瓶装的，有药厂做成所谓这种单盒装的一个 PTP 的包装哈。所以原则上它基本上在内容物是一样，可是在分装包装上的程序就会有所差别，而成为不同的最终产品啊。那虽然是台湾清冠一号，它还是要这个在药材检测完之后，它的这个整个浓缩制剂的异常物质含量，还是要照目前台湾的官方标准啊。也就是说，不管在台湾境内、境外所吃就服用到的清冠一号，它是医卫也好，它是药品也好，还是它是 dietary supplement 也好，那它的这个总重金属都要低于30 ppm 啊，镉要小于0.5，那砷要小于3啊，那汞要小于0.5，那铅要小于10哈，那不能检验出 E. coli 跟 Salmonella， 那微生物的总生菌含量要小于10的5次方以下啊。那这部分的检测方法就是依照药典了哈，那所以一般目前在台湾的民间反应啊，那除了原本因为刮篓石的关系会造成微量的拉肚子之外，那基本上它的相对在安全性的管控相当严格啊。那在刚刚讲过，就是说，因为你煎煮的话需要用水哈，可是中药厂里面用水可能要高度纯化水。那比如说，像以盛昌为例，它有销日本，那日本就要求你在萃取部分要用纯化水。可是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用水不见得是纯化水。那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水是由西向东流，你可能用东流水，它就很干净了。但是因为本身是个大量工业化的结果啊，所以你水质要稳定，就必须要做好它的管控啊。那水系统怎么样去稳定供应，它就必须要去做确效。所以包括里面你的 SOP 如何，那你怎么去做好运转，怎么去做好记录，那谁可以去做，其实都有一些规范啊。那举例来讲，我们古代很多我们的本草大家，我们的这些医学家，他在用东流水。那东流水基本上，它从这个因为大陆上来讲，它是由西向东流嘛，那是甘平无毒啊。那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对中风啦、祛除都好有用。那甚至可以这个调荡邪祟啦、解毒汤药啦，那禁咒神鬼非常好。那当然，古代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这个污染啦，所以东流水跟山泉水一样没有问题啊。可是现在来讲，你制药用水，比如说药材跟影片的清洗、浸润、提取，大致上至少要用饮用水。目前台湾的标准就是说，煎煮用水你至少用饮用水，那你洗涤也要符合饮用水。那假设你已经要这个清洁去效完之后，最后一次的这种洗涤的话，你就必须要用纯化水啊。当然，因为清冠一号目前是属于固态剂型啊，假设它是发展成液态剂型的话，它可能这个水质要求又会更严格，可能要用到纯化水的规格啊。那目前确效就3阶段，第1、第2、第3啊。那最重要就是说，它要让这个整个系统的运行从2到4周，好，乃至于整个1年它是稳定的哦。那至少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要照它的 SOP 啊，整个水里面它的质量的要求，比如说微生物啦啊 pH 值等等啦哈。那大概整完成3阶段需要1整年的时间，好。你看，像以前父子，他就是用这个东流水去做洗涤就没有问题嘛。可是现在我们大概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啊。所以，比如说你要做纯化水的话，你用水进来的时候，你经过这个 EDI 的这个精密过滤了哈，那逆渗透阻击等等哈，那最后你用热销模式，里面管道你用大概304、316哈，那你必须让这个水
不会产生这种生物膜哈。那确保这个水质它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不管你是在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都是在这个状态。所以你在厂里面你就必须要有专责的主管去负责监测那甚至他手机必须要跟他联动。那当然每2个礼拜会做一次包括总有机碳啦、导电度啦、总生菌数啦，它有个警戒值，比如说你在100 CFU，那到80你就必须警戒，那 pH 值大概是6到8.5左右。所以在目前台湾清冠1号来看在这种规范做下来，我其实对它的品质，我个人认为是蛮不错的那已经外销到全世界国家地区50几个啦。那在台湾，因为是属于中药处方药，那必须要中医师经过看诊完使用。但是因为专病专方，目前也可以透过所谓的视讯看诊那虽然他没有做好一个完整临床试验，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数据可以供做一些参考那这个目前大概一定它制造这个需求那大概目前中医所的一个那个医疗指引，从原本的10天已经变5天了那当然疫情的变化还是很难讲，但是有盒装有瓶装的台湾的不只是政府关心啦立法院也非常关心所以立法院像的立法委员他们也针对这个清冠1号的取得利用一个即时的一个线上系统APP 让民众可以知道在哪一个中医诊所有清冠1号可以使用目前在初期因为这个产量关系有点供应来不及，但是慢慢已经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目前台湾的确诊也慢慢的下降那也希望不管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大家所有都可以安度这个疫情的过程因为我是在这个药厂服务啦所以药厂的社会责任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其实在清冠1号不是那么热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捐赠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那好好度过这个疫情谢谢大家，谢谢。